你这个看恐怖片突然有人尖叫，然后接着又很小声很小声，就是它那样动态太大，第一个对你的心脏不好，第二个就对你邻居的心脏也不太好。看电影看个半小时，警察先生就来了。嗨，今天过得好吗？兄弟们，快冲！儿子，爸爸发飙了！什么爸爸？起来，逮到你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三星呢，他们在上个月发布了全新款的旗舰三霸 Q990C， 那也就取代他们前一年的这个机种 Q990B 哦。但是各位观众朋友应该就是会好奇一点说，就目前你在网络上看到关于 Q990C 的开箱以及评测资料，其实是非常的少。那其实是因为像我一拿到这款 Q990C 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不管是外观还是功能上面，都跟 Q990B 真的是非常相似的。那用相似来，也许还真的是委婉一点，就是说直接一点，就是基本上感觉就是一模一样。那很多观众朋友就会说，一模一样，那这样我干嘛还要看就这边评测？我就直接看 Q990B 的开箱就好啦。那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如果都真的跟 Q990B 一模一样的话，仅仅是改个外观颜色，那真的是很难录一个开箱影片。接着我就开始了我要找寻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我就先从我觉得也许是内部的电路板结构下手哦。我就看了很多的网络上的一个资料，然后像大陆他们有做一些所谓拆机的评测，他们讲说在 Q990C 上面，他们更换了一些这个关于后环绕啊、重低音的 WiFi 连线的晶片，让它的整个无线连线更稳定哦。但是必须老实说，从 Q950A 时代开始到 Q990B， 我们销售到至今都没有遇过客人有反映关于这个无线连线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 Q990C 它在这个连线稳定度上的改进，对消费者是无感的。好，那看起来好像就没有招了哈，我真的是要找不到什么特点来讲。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把它插上电来试听一下，看声音会不会跟 Q990B 不一样。那在插上电试听了音乐之后，听了好几次，我就觉得奇怪，虽然它的单体、它的配置的规格都一样，但是今年的 Q990C 的音色还真的跟 Q990B 稍微有些许的不同。那这便是有趣的地方了。那既然今年的 Q990C 它的音色跟去年的 Q990B 不一样，那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参数，我们便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建议值去做调整。那同时呢，这次也会大概交代一下，说我们测试的时候用了哪些素材，以及呢我们测试的环境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摆放的哦。那这真的是非常有趣。不相信的朋友，就是我目前现场都还有 Q990B 还有 Q990C， 就欢迎，如果你觉得说，这两个听起来就是一模一样的，你都可以来现场来挑战看看哦。好，那接着不免俗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Q990C 它的一个外观以及它整个音响的配置哦。首先在 Q990C 它有本体，那以及它的一个8寸的重低音，还有2个这个三星独家有包含侧环绕的一个后环绕的配置系统哦。好，那本体的部分呢，它跟 Q990B 最大的差异在于说它的颜色。Q990B 的话，它会比较深色的黑，那在 Q990C 这一代，它就变成比较像是灰色、浅灰色一点。但是我觉得在很多的光源环境下，基本上你是看不出来它跟 990C 跟 990B 它的外观差异的。那长度的部分呢，一样就是123公分，然后深度的部分呢将近14公分，高度的部分将近7公分，基本上跟 990B 是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刚拿到手的时候，我想说会不会新款的比较大一点，但是就是实际量了之后发现它基本上尺寸一模一样。那包含重低音、包含后环绕都是一模一样，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一开始拿 Q990C 的本体搭配 Q990B 的重低音以及后环绕，都是可以连线正常运作的。好，那讲完了这个外观的部分之后，我们来讲一下接孔。接孔部分一样 ，Q990C 要配备2个 HDMI 的输入，那1个 HDMI 的输出。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好奇说，你现在的电视不是都有 EARC 功能吗？那这个 Q990C 所配备的这2个 HDMI 输入是要干嘛的呢？其实我觉得这很大的一部分是要给，假如说有些人他真的手上是用比较旧的电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假如说用 Apple TV
先接到 Q990C， 那接着再把 Q990C 的这个就是 Apple TV 的画面从 Q990C 再送到电视上去哦。所以这两个 HDMI 的输入，我觉得基本上是给比较属于旧规格电视做使用的，一样可以享受到最完整的天空声道以及影音的效果哦。好，那当然 Q990C 它还有一个音讯的光纤输入，给一些就真的是假如说你是非常旧的电视，但你也不想要用一些外接的播放器，那也可以透过旧电视的光纤输出去给这个 Q990C 提供音讯。在音效规格的资源方面，三星基本上这种大厂就是不会给大家失望，该有的规格，这个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 ，DTS-X 就是 DTS 加的全部音效规格，以及 AirPlay 2， 然后 Chromecast 它全部都支援。那比较特别的是，在今年年初呢，三星他们还陆续支援所谓这个 Tidal Connect。那这个实际的应用就是 Tidal 这个高音质的串流软体呢，目前呢它比较特别在于说，它有一些这种杜比全景声 Atmos 的音乐，所以你可以借由这个Tidal Connect， 然后再借由三星他们家的音响，不管是入门的，不管是高阶的这个 990C， 直接去播放杜比全景声的音乐。那我觉得目前的杜比全景声这种音乐的感受来讲，它大部分的状况并不是真的要给人家一种你左边有声音，右边有声音，前后都有声音这种音效的移动的感觉。它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要去发挥你的 soundbar 的全部单体的一个功能。什么意思呢？在以往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讲说，你的这个soundbar它的听音乐的效果就是不如传统的两声道来的好嘛。那也的确，因为为什么？你看你的同样是，假如说你花了5万块，你买了那么多支的喇叭，但是两声道的话，你5万块只花在2支喇叭上面，所以当你听两声道音乐的时候，你就只有左右喇叭发声的时候，你soundbar一定是会输的嘛，因为你的2支喇叭就是没有人家用的高级。但是在播放全景声的音乐，这个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你把你所有的喇叭都一起发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场景的宽广的感觉啊，人声的一个那种空间感，然后乐器的定位等等，它是可以跟同价位的两声道去做非常相近的匹配的。假如说以前soundbar听音乐跟两声道比起来是100分对比10几20分，我觉得现在的差距已经拉到100分对比70、80分的一个那么近的距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题外话，只是说这个杜比全景声音乐，我觉得这样发展起来真的是非常让人就是非常的期待。有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就数到3 and I'm drunk with you， 就不要想得还要 suffocate with you， You're my light,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 就飘向大海 I'm always here for you。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音效资源的规格方面之后，接着就是来讲最重要的音色的差异以及音色的调整了。简单来讲就是 Q990B 跟 Q990C， 我觉得是2种不太一样的调音。
在去年的 Q90B 上面，我觉得它的一些人声，它的一些音效会更锐利、更突出。但在今年的 Q990C 上面，我觉得它比较强调的是一种氛围感，就是整个包覆环绕感的音效表现哦。所以这也会影响到我待会我的一个音色的调整逻辑。那大家可以很有趣的去跟去年的 Q990B 去做数值的一个比对哦。那特别要讲的是说，今年我的音色调整环境跟去年的 Q990B 也不一样了。在去年的话，我的整个调整环境是非常大的，然后我前后距离桑巴本体就距离了3-4米以上，那在左右的环绕的部分也都是差不多这个距离。但在今年的话，我的桑巴本体跟我的聆听的位置只距离了2米多，那我的左右的后环绕、侧环绕我就放在了大概就是我沙发旁边，就60-70公分的位置。所以这两种的一种调整形态，我觉得也代表着台湾大部分的一个你听音响会用到的使用环境，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是一个客厅是10几坪，你可能配75寸、85寸的电视，那你要么你真的是一个5-6坪的空间，你配55寸、65寸，那可能又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好奇说，我今天我只有5-6坪的一个客厅空间，我小空间可不可以用好的音响？那我对于这个答案我是觉得是肯定的，就是说好的音响它就算你开的比较小声，那它经由适当的调整一样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环绕的效果，并不是说你小空间你就没办法用好的音响，就是你一样可以用享受好的音响，只要你有预算，只要你有你有对声音有追求的话，那个是小空间对你来讲不是一个限制哦。好，那在音色调整部分，三星他们家都要透过他们自家的 SmartThings 去做调整。那在它整个 APP 界面上跟 990B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差异的点在于2点哦。去年的 990B 它在重低音的部分，它有一个特别的选项可以去做一个算是声学校正的调整，但是在今年的话 990C 全部整合在它的 SpecFit 里面了。然后呢，第二点在于说，今年的 990C 它可以当一个这种居家 Matters 协议的一个中枢。那这个 Matters 的协议其实在讲说，像 Apple、像 Google 或者是 Amazon、亚马逊或 LG 他们这种智慧家庭，他们要组成一个智慧家庭联盟，就是说以后也许你透过任何一个品牌的装置，你都可以去控制其他家的就是产品、家电或智慧锁。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以目前台湾来讲，你可能真的比较没有应用的地方啦，所以这个智慧家庭的一些发展跟这个 Matters 的协议的这个应用，我们等之后也许它有比较有趣或者显著发展的时候，我再用一个短片或一个长片去跟大家做分享。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其他的部分都跟 990B 一模一样。好，那在调整音色之前呢，我都会用一个杜比的测试片叫 Amaze。Amaze 它是一个基本上非常经典的杜比测试片，它有下雨声，然后会有一个算是鸟类飞行绕行一圈的一个音效。那在这边的话，我主要会用鸟类飞行音，就是鸟类飞行的这个音效，去确认平面声道每一个声道的音量，它是否是比较均衡的。就你不会说有鸟类飞行的时候，感觉前面突然跑出来，又接着闪到后面去，它确保它有完整的跑满一圈。那下雨声的部分，我觉得很简单，它就是在天空声道一个比例。所以在我测试完了之后呢，基本上我们进到三星的它这个 Channel Level。它的这个每声道的音量调整的界面，大家会看到它有所谓中声道 Center， 那 Side 就是他们的 Soundbar， 还有包含它这个最两侧的一个，就我给它叫做侧环绕好了。那它跟后环绕还有一个所谓的 Side， 就是所谓的侧环绕的部分。那同时呢，它还有所谓的 Wide 的话，就是你看到三星 Soundbar 它的前方有做一个45度角的这个单体，那这个部分就叫做 Wide。那接着呢，它还有一个 Front 的话就在讲说它的前方的左右声道，然后接着呢，还讲说 Rear 就是它的一个后环绕的部分。那 Rear Top 跟 Front Top 自然在讲就是说前方跟后方的天空声道。那 Rear Side 就在讲说后方的这个侧环绕。所以我们讲完了这个 Channel Level， 就是每个声道的一个它的名词之后，我调整下来啊，首先我的 Side。我前后我就会开到就是大概正5的位置，因为我在这个鸟类飞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左右的这种包含我从我的右手的那种180度，左右手的180度到前方的大概45度的角度，
如果把这个 side 开比较强的话，它这个衔接会比较好。那在 center 的部分，我一样是给它开到正2，就是人声会比较突出。那这部分我就是会先用音乐先听一下。我喜欢人声稍微还是比较突出的感觉，所以 center 的部分通常我都会再加一点，我加到正2。那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部分我跟去年的话就调整就蛮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每个空间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在于说你先把这个平面的这种每个声道的音量给它搞定好。那接着呢，我用这个杜比测试片的下雨去测试我天空声道大概开了多少。那基本上我的这个 rear top 跟 front top 我会是联动的，就基本上我觉得开到正5的话，对一般人来讲你会比较有感觉，因为很多人买这种音响，他常常就会觉得说天空声道没感觉。那开到正5的话，你就会对整个这种下雨声你会比较有感觉。那你也不要说前面 front top 跟 rear top 去差太多，因为你差太多的话，那个雨声的它的前后的那种感觉，就是雨声会落在电视的上方，或者落在你的头正上方。就是我觉得你一开始就给它弄个平均的，就是都在正中间的上方，这样感觉是比较适合的。所以音量的调整就这样就结束了。那音量调整结束之后，接着它杜比测试片，它后面还有一个打雷的部分嘛，我通常会在这边去测试，接着是一个低音的量感。那跟我还会拿一些比较电子的音乐去做测试。在三星这边，它的重低音它是要单独进到它有一个 woofer 的选项去做调整的。那在 woofer 选项的这部分呢，我基本上跟去年的调整也是一样的，我是给它开到一个算是正3的量感，就是它在听音乐来讲，我就看电影正3会比较有感觉，因为大家口味基本上你还是希望它比较刺激的。那调整完所有声道的一个音量之后，三星它这边还有一个所谓的 tone 可以去做调整的。那特别要讲一下说，因为我的音效模式是采用 adaptive， 就是 adaptive 的一个模式，自适应的一个模式。那自适应模式的话，它的 EQ 就只有2段，但如果你是 standard 标准模式的话，我记得它会有更多段的可以做调整。但是我觉得 adaptive 基本上你在听音乐跟看电影来讲，你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氛围感的表现嘛。如果 standard 的话，我记得它有出一个规格表，就是你用 standard 模式的时候，你会少用它2个声道，所以我这边就是用 adaptive 去做调整。那另外讲一下说，你用 adaptive 模式的时候，你的电视可以去进入它的一个智慧的选项，你去开启它的 adaptive plus 的功能，就是它会说它会做一些即时的那个分析，然后让声音更好听这样。但当然我觉得三星在这部分可以更进步的在于说，它并没有一个像 Sony 他们都会有一个声音过程的画面，去有一些测试的那种流程，在三星就开了你是完全没感觉的。那我觉得这部分听感上也许开了它有什么帮助，但是以我来讲，我觉得开了也2次下来 990B 990C 就是它没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差异这样子。好，那我们讲到说你用自适应模式的话，你的 tone 就是你的 EQ 的部分只有2段可以调整嘛。我们进入到它 EQ 的部分，我们看到 treble 高音跟 bass。那这边的话，我会再调整 treble 就是在人声的这种锐利度上面，它会再做一点微调。但基本上我 treble 我会开到正2，然后低音 bass 的部分我会开到正3。这边你也可以看到我整个调整的关于 treble 关于这个channel level 中置 center 的部分，我就跟去年的 990B 的调整就蛮不一样的。因为我记得我去年的话 990B 好像连treble 都调到负，还是我中置人声也调比较少。因为去年 990B 的话，它的整个人声啊，就我这组 990C 的音效跟我有拿到 990B 上面去做，跟我去年的调整去做比较，我觉得 990B 因为它的人声听起来是比较利落的，所以如果你在中央声道或者在这个 treble 的部分你开太多的话，那个声音就是不管是人声还是一些枪声，它是会很刮耳朵的。所以我在去年的调整上，我是把这部分去给它做减少的动作。但在今年的话，我觉得它整体的人声跟枪声那种音效声都比较算是融入在整体音效里面。所以你要把它突出的话，你在 treble 高音跟中置的部分，你也许是可以加比较多的，让它更突出一点。那
我也觉得这会更符合，就是一般大家买音响会想要听到比较稍微刺激一点走向的声音的。好，那调整完了这部分之后呢，其实它在它的整个 SmartThings 这个整页的选项里面，它底下一样有3个模式可以去做调整，那就是所谓的人声加强模式、Bass 加强模式跟这个夜晚夜间模式哦。跟去年的建议一样，人声加强模式基本上我建议大家就是，假如你已经调整，像我这个流程调整完了之后，我觉得你就不用说再去做调整了，因为就是如果你要用到人声加强模式，或者是你要用到 Bass 加强模式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调整逻辑是不一样的啊。以 Bass 加强模式举例，我觉得我调完之后，你再加 Bass 加强就会太强。但是这个功能可以怎么用？假如说你今天你可以设定一个你觉得平常听音乐觉得舒服，或者你觉得比较不吵人的音色，然后再开启这个 Bass 加强模式之后，它就会变得很刺激嘛。那也许你可以在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把这个 Bass 加强模式打开，然后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去把 Bass 加强的功能关闭，那这样你就有一个很快速的去切换2种音色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以我来讲，我个人是偏好说，就是我坦白讲，我比较懒，我就是喜欢调完一种音色之后，就让它一直通用到结束这样子。那夜晚模式就在讲说，它的整个音色会变比较平啊，就是说它的大声跟小声的那个 range 范围不会差太大，因为晚上看电影，你不可能说你这个看恐怖片突然有人尖叫，然后接着又很小声很小声。就是它那样动态太大，第一个对你的心脏不好，第二个就对你邻居的心脏也不太好，这样子就是你可能看电影看个半小时，警察先生就来了。嗨，今天过得好吗？兄弟们，开操！儿子，爸爸发飙了！跟他爸爸起来，逮到你了！所以这是夜晚模式的功用。但我相信就是在台湾，就是大家都是这种密集式的住宅，你晚上大概也不会想要。就是开太大声啊，把音响开太大声，就为了就是邻居的睡眠品质着想这样子。好了，那其实这就是今年的 990C 的一个调整哦，算是一个总结啦。就对于说 990C 的一个看法哦，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边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听起来，其实 990C 跟 990B 它的差异也真的不是很大啊。因为第一个无线的稳定度，这个本来就没什么问题了，那改善对消费者来讲是无感。第二个音色的差异，它也不是讲说一个原本是以前是5万块的音质，现在变成10万块的音质，它也只是一个音色走向的不同啊。那听起来好像我不管用 EQ 或者我用一些音色调整，也可以让他们两个就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样讲的确也没错啦，但是就今年 Q990C 的音色走向调音跟去年的确不一样，但是你说他们是2种不同等级的产品，我觉得那也不是，就是音色的东西就是跟颜色一样，有时候它走了不同的道路这样子，那基本上他们才在同一个价位的产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提出另外一点去思考说，就是坦白讲，三星他们在研发这个 990C， 你不要说研发，你就是说他们在取名 990C 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到说，其实消费者会觉得说 990C 跟 990B 是一样，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想到。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原厂想要做的一些有点像是市场的实验，什么意思呢？你看像现在三星他们一年就是会换一款新的Soundbar嘛，就是从大概95，就是他们一年以来就是会发一款新的Soundbar。那既然今年呢改款不大，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也想做一个实验，就是说如果我发了一款就是实际上跟前一年的产品差异没有太大的这种新产品的时候，整个市场会去做什么样的反应，整个销售啊，整个这种数字又会是怎么样一个呈现。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也是三星他们在做的一个算是市场的实验。因为你说他们有没有预期说，不管是他们的老板、他们的研发的工程师、他们的一个市场的行销，会不会就觉得说消费者哇，这个 990C 跟 990B 差了一个颜色，真的是非常差的非常的多，这样子音色的差的这不一样，哇，这进步的非常的多。我相信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闭着眼睛也知道说消费者就觉得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价格又重新等于说，你看现在 990B 它是卖4字头，然后 990C 又回到5万块，变相就
涨价回去了。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真的是一个实验，就是他原厂就想要试试看这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也要反向思考来，就是我觉得这也要反向的思考一下，就是说，你看连三星他们讲说这种电脑产品有时候研发到一个阶段，它会有所谓的挤牙膏，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的新一代产品跟旧一代产品效能没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只是因为它的竞争对手们就还很远远的落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的确以目前的市场来讲，990B 你要说要5万多块，然后你要有就这么多的功能，然后你要有这么广大的可调整的性能、可调性，然后呢，你要有这么好的跟电视的，更不用讲说他们还可以跟自己家的三星电视去组一个魔幻音场。然后这个魔幻音场呢，跟大家特别讲一下，魔幻音场如果今天你是听音乐的时候，它是不会启动的，它只有当电视的声音，假如说你用电视看 Netflix， 你用电视本身去做一些音效处理的时候，这个魔幻音场才能启动。而且这个跟你买的电视，假如说你买的电视越大越好，它的那个效果会越好。因为我把它接在我们的98寸的这个 QN95A 上面做测试，跟那种65寸的机型，就是你买越大的电视，那个加成效果我觉得是越好的。所以并不会因为有人会说我买了那么贵的那么大的电视音效就很好，是不是就不用再买那么好的旗舰三霸？其实不是，三星的话你买越好的电视，你搭越好的音响，那个效果我觉得是越加倍的。好了，那回过头来讲说，就是你看目前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优点，的确 990B 它在市场上就是一个佼佼者。那也导致说三星他可能觉得在 990C 上面，也许我根本不用做太多的一个改进，因为我的竞争对手们就是目前都追不上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算是就是看起来也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接着不管是 LG 不管是 Sony 还是其他的一个音响品牌，能陆续做出更好的音响产品，来刺激我们这个三星，他们也能推出更强大的对手来做应对哦。好了，那就是这次 Q990C 的一个开箱了。就是简单来讲，我觉得这个产品的发布真的是，你说算是有趣吗？我觉得算是一个有趣的市场的实验啦。那大家有任何想看的、想听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的留言区底下留言哦。那我是 Alan， 这次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